第7章76号成魔窟。76号首先开张国军败退，汪氏便捷托辞和平，实行卖国巧立名目，族府还都金钱万能，群丑毕及国旗之上，多条尾巴报纸之外，新闻更多同是奴才，互相倾轧。外滩和南京路交叉口处的格林邮传大楼前边，文字写的都是上海抗战的前期情况，写到维新政府结束，就是所谓前汉时代终了，到了汪精卫登场，一般人称为后汉时代。这里围绕汉奸们的动态，分别出前汉和后汉的界限。当时我预备一直写下去的，当然后汉时代的情况格外热闹精彩，但是前汉的人物大多数已经死了，落笔可以无所顾忌，为后汉时代的人物至今尚在人间的依然不少，而且有几位还是素所相识的朋友，有的私交很好，有的我对他的才华极为钦佩，况且我又不是他们圈内的人，仅凭我当时耳闻目睹和生活上体验到的情形来追溯旧事，自知一定会有若干错误的地方，所以当时写到傅小安之后就搁笔了。自从银元时代生活史写完，印成单行本，这虽说是我凭一时兴会所写，但埋头写稿，时间上常感无法应付，所以几次要搁笔不写，可是经不起编者的热诚催促和读者们的函件纷至，只好再抓起笔杆来续写这篇抗战时代生活史。但是先要声明，本文如有记忆错误、记载失实，读者不妨随时加以指正，我是很乐意接受。更要郑重说一句话，我在落笔写到几个素所相识的人时，绝对不会提到他们的真姓名，因为何必提到他们的往事，刺伤他们的旧疮疤。好在本文不是写抗战史事，要论年月先后，只是以个人生活为出发点，所以希望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不必介意。76号首先开张，我首先要讲的是提起来令人心惊胆寒的76号。这个76号初时是由李士群、丁默村两人主持的，地点在沪西吉斯菲尔路76号陈调园旧宅。他们首先向上海的青帮和红帮两个头子招人马，不论强盗、小偷、匪徒，只要会打架、会开枪、有不怕闯祸的勇气，都量才录用。他们这种手法就比早期的汉奸常玉清要高明得多，因为常玉清手下的人只限于自己的徒弟，范围窄，声势小，权力不大。76号组织先向红帮头子龙香三收买人马。龙香三虽是红门山头的首领，但是他穷得很，从前做一件案子不容易，抢也抢不多，偷也偷不大，绑人的事件也不易为，不像目前香港的匪徒可以随心所欲，予取予夺，报纸上天天有抢劫的事件。那是红帮中的坏分子生活很艰难，龙香三手下的人做的案子，无论是抢是偷，都采取大家庭制度，有案大家做，有钱大家分。所以当时上海有人被抢荷包，只要向黑社会中人说明被抢的地段，他们就会替你找回来，或是拿回一半尸款，或是收回所有文件。龙香三虽是帮口头子，但也很穷，所以76号一招手，龙香三就率领他的弟兄们投奔了这个组织。李士群1907年生，浙江遂昌人，早年参加革命。1927年，李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，1928年回国，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。日本侵略军
和汪精卫伪政权盘踞上海时期沪西76号特务魔窟的头子。1943年9月11日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。那时还有一个帮会叫青帮，青帮中的坏分子比较活得络，有些贩毒，有些走私，有些开赌台，有些开花会，又名字花，有些办烟窟，有些包妓院。青红两帮比较，贫富相差很大。上海青帮头子算是曹有山，他比较有骨气，开口总是骂日本人，无论如何不肯参加76号。那时青帮中掌门人是纪云清，于是76号对纪云清就百般拉拢，送上无数珍贵礼物。岂知纪云清也有些不在乎，同样不肯出面去做这种事情。倒是他的司机吴四宝说：“老头子，你不做，就让我去做吧。”吴四宝在纪云清门下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徒弟，逢到要用枪的事，都由吴四宝下手。吴四宝本来是世界书局沈之芳的司机，逢到车子有损坏的时候，都由司机负责修理。那时修车的车行少得很，他有一南通同乡是开汽车修理行的，而且有车床设备，车床的用途大得很，什么零件都可以车出来。吴四宝对车床兴趣很浓厚，